你也是假照啊？我体检的时候才知道你的真实身高的。第一天我们就去健身了。下一个问题是怎么去保持新鲜感？我们俩其实对伴侣方面都是很粘人的性格，粘人性格，所以不太会有厌倦的感觉。对，这也是好处，就是可能两个人再怎么相处也不会厌倦。我觉得我们俩没有什么新鲜感。我们从合租刚开始，其实就是这样的生活节奏，一直保持着这样生活节奏。我们俩就是比较淡的人，对物欲方面其实也没有太大的追求，但是也是想赚钱的了。对哦，我们只对钱追求很大，但对其他东西，就比如我打个比方，仔仔不会说我一定要存钱买一个什么奢侈品，对，不管是轻奢还是高奢，都就是把钱放在身边，自己有安心。对，就是想要有钱很多的感觉，但是不一定会去花它。而且我觉得粘人和不粘人这种东西，大家如果说要谈恋爱，一定是粘人找粘人，不粘人找不粘人，不然是的。还有一点，我在直播间经常说，就是新鲜感这件事情。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过分追求新鲜感，你是不适合谈恋爱的，你只适合暧昧，因为你谈久了，它必定是没有新鲜感的，只是偶尔生活中有点小新鲜感，比如说一起出去旅游，你今天学了一个什么新技能，你今天尝试了一个什么服装的新风格，但你迟早有一天它会腻的。还有就是在睡觉的时候，刚合租第一天就是这样啊，这还能有什么新鲜感呢？下一个问题是，你们是通过什么方式认识并且合租的？左滑右滑，就赶紧就是关注了我，跟我说 hello。我点开某人的主页，我就说哇塞，这个照片拍好大，背景全部整个就是歪成这，就是那个脸部的东西是这样子往上。我说哇塞，这个人你照片皮肤也没有很好啊，你本人皮肤也没有很好，照片P脸很大，但是我瘦脸没有开很大。那怎么了？那你也是假照啊？说仔仔的。哇塞，假照。哦，行。谁让你说仔仔的？但是我年龄虚标了，我年龄虚标了吗？好像没有，我是身高虚标了，身高多报了1厘米。你身高写的是178，对，但我其实177。那你也虚标啊？我写的是178。我是今年年初我体检的时候才知道你的真实身高的。我的妈呀，3年多的时间我一直以为我一直是175。行，我们怎么合租？怎么成为室友的？其实很普通，就是很普通，然后没有大家想的那种小说情节，就是聊了一周吧，好像不到。我们聊天就聊了5天，就是1周啊。周末不算啊，我们周5晚上就见面嘞。对，聊了1周。我们见面的目的是为了看我们合不合适，就是同租一个房子啊，因为大家也知道合租这件事情就是对啊，是为了合租啊，没有别的。对，然后见面嘛，我们就是吃饭，看很日常的一些。但第一天我们就去健身了。但第一天我们健身去的时候，路上是撑伞，大家不要模仿。对，就是不好，不太安全。主要是4金那时候有点口渴。对，然后4金就跟我说要不要一起。No， 你全部记错了，你根本没有在用心对待这段合租的时光啊！哎，我觉得就是可能我的人格魅力太强，还是说我的外貌太优秀吧。他周5晚上雷打不动的来找我，然后周1早上早班车赶回自己的城市上班，当时持续了将近4个星期的样子，就是很累的，对吧？因为他当时已经开始实习了。大家不要学我，这是赔钱货。是我们第一次见面，周5见面，然后周1早上他回公司上班了。那天下午吧，我记得，我就问他说我们现在什么关系？他说你说什么关系？我就说哦，那我们现在就是一起租房子，然后就确定要一起租这个房子，然后就到现在，对，就是很平稳的。可能这就是我们直播间，其实我感觉吸引不到粉丝的原因吧。其实我感觉这就是缘分吧。谁要跟你缘分？谁要跟你有缘分？我要不然我就画个185黑皮体育生的。早知道我去找那种超级有钱的带我住豪宅的，而不是从我们第一套房子29平，然后租了4年烂房子，终于租到一个套房，好可怜啊，还是简陋的，我都不知道以前怎么住那种29平腰都直不起来的那种 loft， 全部渗水，墙上是黄的，床垫也是整个烂。我每次上床要这样子才能上床。最浓闷的分别是什么？第一次给我过生日那时候吧，给他准备了从1岁到20岁的生日礼物，因为他当时是虚报年纪了，我就以为他当时是20岁，准备了20个礼物。当然第20个礼物是自己脖子上戴了个蝴蝶结，对。但是那会儿很破啊，我们住的房子很破，所以我们就在门的旁边有一个很小的角落，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根本站都站不下，我们那个家就29平嘛，3000块钱，这个很浪漫吗？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最记忆犹新嘛。我给你买手机算了吗？给你准备的惊喜，但是这个跟那个比，我感觉一点没什么可比性。那个虽然手机的钱虽然比那个贵多了，而且那会儿我很穷，对啊，那会儿我欠70个 W。去年生日吧，因为你没有做过什么形式上的东西，他从来不会做这种。去年我生日的那个，大家可以往前翻那条视频，那个还是在我极力要求下，
我因为去年是我30岁生日，然后我一直跟他说我不会给他搞了，其实我那时候已经想好给他搞了，我就故意让他很失望。所以我当时其实情绪很差，对，就有的时候看到什么东西就想到对方，然后就直接给他买了。对啊，就是可能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都想着，就是公司有吃的都会想着。其实最开始是我也有啊，没有，最开始第1年是我天天从公司把吃的带回去给你，然后公司发什么小礼物全带回去给你。我有给你啊，很少，因为那时候很少。我们那时候没有，公司不会给我什么东西，换了一下那公司比较穷的，那时候公司比较穷。就是我下班啊，第一个事情就是雷打不动，准点下班，甚至提早1分钟就站起来。为什么？我就是想要赶紧回家，赶紧回家干嘛？见到我的室友。我当时就是这样的，我每天都是这样，看他牙刷用的是手动的或者怎么样，你就会想着说给他换一支吧，然后看他剃须刀旧了就给他换个新的吧，就这种吧。对，我也感觉有，我也会啊，就是可能东西用太久了，我有给你买，比如好像没有，因为4金是一个其实你给我买一个电动牙刷，那个算礼物了，什么礼物？没有过节日啊，你是平时给我买？主要4金它本人它就是什么，感觉它啥也不缺，就是也不是都是好东西，就是能用。对，那就是我可能我主要买一些生活上的用品，就是什么沐浴露啊什么。其实我缺蛮多东西，你缺什么？我想要的东西还蛮多，什么耳机啊，好像给我高级的头戴式耳机啊。那个以前没电脑没买，我给他送礼物很难送的，他给我送礼物很难送。我刚合租那时候给他送礼物，我会问遍我们公司所有的女生，你们给男生送礼物都送什么？一个都选不出来，因为我没有一个特定的爱好和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的东西。之前想给他送 Switch， 他说他不会玩的，他也对什么音质这种东西没要求，所以给他买音箱他也不要。所以我说他物欲低，像音箱啊什么我都 OK， 但是他没有给我买音箱，他蛮笨的。我之前其实暗示过他很多次，就是我主要是4金缺什么我会先洗，然后我就买啥。缺音箱啊，那时候后来我自己买音箱啊。那个我缺的是钱啊，那你给我钱吗？我那时候你有缺好多东西啊，我不可能每个都想到啊。上次生日是吗？一个耳机嘛。对，你耳机给坏了那个。对，因为我耳机坏了，我给他买。我耳机坏了，我都用了很久很久。他给他买。这个问题是1个星期去见几次身，因为他是这样的，累了他就不想健身，烦了不想健身，吃多了不想健身，吃的辣了也不想健身，今天头疼了也不想健身，明天要出门了他今天也不健身。我跟大家科普一件事情啊，有些东西你像眼袋你撑大了，它没有办法再变回原来平整的眼袋，是对吧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分寸。老是想健身会让自己受伤的。老了以后身体不好，你真的要对。有的时候他练完了，然后就自己走了，去放松了，然后去更衣室洗澡了，然后我可能就得自己一个人健身。那现在去健身吧，走吧。啊，你不是很牛吗？